请问是秦大地同志吗？不是。你还记得我吗？您是？我是周阳。之前您的体检报告也是我帮您拿的结果，而且咱们家老家还在一个镇上呢。想起来了，您想起来了。你好，周医生。您好，您好，您好。这是您的基因检测报告，我现在带您去基因专家那边。好，谢谢。哎，等等，为什么要去见基因专家呢？啊，这个是这么回事，您的检测结果可能有点问题，专家那边要看一下。小周同志，你别吓唬我，是什么问题啊？啊，这个，反正一会儿你也得知道。是这样啊，经过研究所呢，用最新最权威的机器对您的血液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以后，发现您的遗传基因组里有缺陷。基因缺陷？怎么回事？您的家族史里有过瘫痪的病人吗？有。是谁？我父亲。他是截瘫，另外还有我儿子，一生下来就是脑瘫。谢。一会儿专家会给您解释清楚的，咱们走吧。周医生，这个基因缺陷有办法治吗？这种基因缺陷呢，不只是我国，目前在全世界来说都没有找到很好的办法去修补。我的意思是说，咱们医院有这方面的专家吗？就是权威有吗？有的，咱们现在要去找的呀，就是我们研究所的王一帆教授，他可是我们基因工程方面的首席专家。碰巧了，今天刚好他坐诊，咱们过去吧。好，谢谢啊。同志，我非常抱歉，如果这个单子上的数据没有出现错误的话，我要告诉你的消息可能不太好。教授，您尽管讲。你想听真话吗？当然了，你我都是军人，我相信你能承受得了我要讲的情况。你刚才告诉我，你父亲有截瘫。对。根据你说的这些情况，我不得不说，这张报告单反映你有基因缺陷，看起来是正确的。王教授，您告诉我，您刚才说的这个基因缺陷，它具体会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当然有影响。如果这个诊断是真实的，我倒很惊讶，你怎么能一直很健康的生活到现在？王教授，实话实说啊，我身体非常健康，从小到大，我当兵20多年了，我一次医院没有住过，甚至连那种小的感冒都很少。这就很难理解了。不过，我们对人类的生理机能研究的越深，就越会发现对它知之甚少。这样吧，如果你同意，我现在就开住院单，你还是住院吧。住院？你坐下，坐下，我跟你讲。我的意思啊，你先住下，为了能够确保基因检测的准确度，我们再到北京海军总医院重新检测一下。王教授，我没有时间住院，更没有时间去北京。关键是我过去身体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虽然你过去45年里没有出现问题，但这种基因缺陷在某种压力或者刺激下会慢慢演变，慢慢加重。一旦突然加重，会怎么样？非常大的可能像你父亲截瘫。截瘫？对，还有更坏的可能，那就像你儿子，全身肌肉完全失去运动能力。王教授，我不是想故意冒犯您，我有充分的理由想问您一句：像这样的检查结果，会不会可能出现错误？我知道，任何事情都会出现错误几率的。就是出现错误，也不是人的错误，只能是机械的错误，不是没有，但非常非常罕见。我理解，一般检测出问题，大家都希望是诊断出现的错误。王教授，您能跟我实话实说吗？我想知道
我的健康生活最短能有多长时间？最短？对，别人都会问健康生活的最长时间，可是你……我不能解释原因，但请您一定告诉我，这对我非常重要。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但是……您不用说了，3个月。那么至少在3个月内，我的身体不会有问题，对吗？对，我说的3个月，是这个病如果爆发，它也有一个迹象逐渐显现的过程，这个过程最短要3个月。知道了，3个月时间，3个月，很好。同志，人的生命是非常神奇的，有时候神奇的超出了我们的认知。就像你，身体存在着如此重大的缺陷，却一直能健康的活到现在，这就是神奇。我要说的是，一定不要悲观，一，要相信医学；二，要相信自己；三，一定要相信生命中存在有我们不知道的神奇。谢谢你，王教授，跟我说了这么多。我之所以担心我的健康最短的时间，是因为工作。3个月的时间是短了点儿，但是如果能抓紧的话，兴许也够了。我不能住院，我还得回到我的工作岗位。但是，我有一个请求。什么请求？说吧。我想用我生命中绝对不会出现问题的3个月，去完成我现在要执行的任务。我希望王教授把这个时间留给我，不要向任何人透露我体内隐藏着炸弹的这么个秘密，好吗？如果你承担的是国家或军队的重大任务，我恐怕不能答应你。但我也不会马上建议首长停止你的工作，因为你现在还没有这个病爆发的迹象。不过，我有个要求。您讲。每个星期你务必来见我一次。好，我现在就答应您。无论作为医生还是作为军人，我都有责任劝你接受这个诊断，早点找首长，找人接替你的工作，这才是对事业真正负责的态度。谢谢。真到了我认为应该那么做的时候，我会的。谢谢你。再见，王医生。再见。王老，我陶思勇啊，您找我有事儿啊？这件事情本来我是答应替秦大帝同志保密，但是作为一名老军人，出于责任感，我觉得还是应该向组织上反映一下。如果秦大帝同志确实肩负着重大责任，他的身体又是这样，那确实不能再废了。不好意思，王老，我这个人说话可能比较直接。您确信这个检测结果是准确的吧？说实话，任何检测结果都没有100%的准确度，但我们得尊重科学。如果检测结果是准确的，那么秦大帝为什么现在还能正常工作呢？这我就不明白了。如果结果是对的，那秦大帝的全身肌肉早就应该失去运动功能。王老，是这样，秦大帝的家庭情况我非常了解。他儿子的脑瘫不是先天的，他的爱人生孩子的时候，正好赶上秦大帝在海上遭遇飞机失事，7天7夜没有下落，他的情绪受到了刺激，难产。当时因为胎位不正，还不适合剖腹产，整整36小时才把孩子生下来。所以我们都怀疑呢，他孩子的脑瘫是在子宫里长期缺氧造成的。另外，秦大帝的父亲是摔跤造成的截瘫，所以陶政委，秦大帝同志的个人情况确实不能完全代表家族遗传的成立性。总之，我把他的情况报告给您，就算报告给领导了。你看要不要向上级领导反映一下？好的，王老，
不管怎么说，我都要谢谢你。再见。报告，进来。首长，大地的情况怎么样？我刚跟海军医院的专家见了个面。专家怎么说？专家说，秦大帝的基因有严重缺陷，最坏的可能是还有3到6个月的正常阶段。不正常的阶段是什么？很可能会瘫痪，跟他的父亲一样，也有可能会因此失去生命。这么严重？是。你认为3个月之内，我们能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吗？能够实现舰载机在中国第1艘航母上的着舰和起飞吗？现在是首长在直接领导试飞大队的工作，只有您才能做出这个判断。你觉得我应该让秦大帝停飞吗？还是让他继续以第1试飞员的身份，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如果专家的诊断结果是正确的，大帝随时有可能。随时有可能。医生不是说了吗？有3个月到6个月的时间，我认为大帝能扛得住。秦大帝不是一般的试飞员，他是一个伟大的英雄，他是我的兵，我的战友，我们对他有亲人一样的感情。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试飞员，我现在就可以命令他停飞，让他到医院去治疗。可秦大帝不是。我们的试飞工作之所以能够取得今天的进展，是因为秦大帝。秦大帝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可是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专家的话，万一他在3个月内……首长，我能谈谈我的想法吗？让你来就是要听你的想法。从感情上来讲，我反对现在就让大帝停飞。我认为首长不但要相信专家的诊断结果，更要相信秦大帝。如果这个时候让他停飞，我觉得才是对他最大的伤害和不公。首长，有一个人可以帮我们。谁？如果首长相信专家的话，大帝在3个月之内不会出事，那剩下的就是心理层面的问题了。大帝的心理层面如果能支撑这最后3个月，我想刘敏杰刘主任可以帮我们。我怎么没有想到？你回去马上找到刘主任，把大帝的情况跟他介绍一下啊！为了大帝，为了我们的试飞工作，算我请求他了。好的，首长。另外，我回去以后也要把全大队的日常工作抓起来，让大帝心无旁骛、一心一意的带着大家继续飞。好，虽然我希望大帝在3个月内带领试飞大队完成所有的试飞任务，但是我们也要做好准备。有2点：第一，你要做好大帝的思想工作；第二，让谢振宇和于涛
做好接替第一试飞员的准备。首长是不是也认为谢振宇和于涛可以顶替大地，承担接下来所有的攻坚任务了？对，我知道了，首长，我可以走了吗？你等一下，好好的照顾大地，在确定不会发病的这3个月里，满足他的一切愿望，让他幸福、快乐。首长，我明白了。报告，进来。我让你们俩来，是要传达一下首长的指示。简而言之，就是一句话。我们大家一起给秦大帝同志一个辉煌的谢幕。现在我把大帝同志的病情跟你们通报一下。好的，首长，我明白了，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好。请进，刘主任。政委啊，请坐。好。首长刚刚给我来过电话，如果不想捅破这层窗户纸，必须马上给全大队再进行一次例行的医学测试。好，那你看什么时间合适？越快越好。今天太晚了，明天上午吧。好。给我接海军总院的徐院长。徐院长，是我。啊，我问一下，秦毅的病怎么样了？平稳了。太好了。徐院长，有件事我要问你啊，他的基因检测结果会不会有误呢？比方说1%、1/1000、10000%。我要求你们重新验一次，这个结果我不能接受。爸爸，我现在真的感觉自己像一只雄鹰在飞翔。我们就是天上的雄鹰。哇！妈妈，这感觉太棒了！爸，
你有非常艰巨的任务要去完成，千万不要担心我和妈妈。我老爸永远都是我的骄傲。半年，也许更短，3个月。死并不可怕呀，只要死得其所，只要死得有价值，这就够了。老爸，我想跟你说的是，这件事不管有多难，咱们都得扛住，咱家人不能拉稀屎。航母上的甲板勤务分队被称为七彩部门，为什么？谁来回答？柳琳娜，到。航母技术密集，操控复杂，甲板保障人员承担着最危险的一线保障工作，同时他们工作环境恶劣，工种纷杂。为了在飞机起降过程当中便于组织承担保障任务，各国及我国航母都采取了以不同颜色的工作服、救援背心及头盔作为标志，以此来区分他们的工作，所以他们被称作七彩部门。回答完毕。回答正确。有人说，航母甲板上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之一，为什么？谁回答？我。马小兰，到。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战斗机群的起飞和着舰，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和移动，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各方面的飞行保障工作。工作范围涉及到飞机的起降和维护、燃料和其他物资的补充、弹药的装卸等，还包括在……别紧张。谁来补充？曲婷婷，到。在平时和战时的环境中，时刻面临着被起降和调动中的舰载机撞击，被吸入舰载机进气口，被舰载机尾气喷气吹落到海上，以及弹药爆炸、燃料起火等等危险。任何工作中的疏忽和舰载机起飞、着舰、调度过程中出现的失误，都可以引发一场甲板灾难。因此，航母甲板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回答完毕。回答正确。坐。好，那我再问一个题外的问题。从我们了解到的资料上来看，即使是在西方的老牌航母国家的甲板上，也很少有女性充当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你们为什么要做中国航母甲板上第一批女飞行控制勤务人员？为了实现我的梦想。好，那你说说，你的梦想是什么？做个女英雄。想要做个女英雄啊，不一定要到这儿来。我们到这儿来就是专门保障飞行员的，而且舰上所有规定，上舰必须要无条件服从，清楚了吗？知道了，队长。能为这些飞行员提供帮助，看着他们驾驶舰载机在空中翱翔，我已经心满意足了。你们呢？曲婷婷，你为什么选择上甲板？报告队长，我的家里都是军人，我的心愿就是当一名光荣的女兵，能分到最危险的地方，我的生命才更有价值。马小兰，你呢？集合！向看齐！
听好我下面的话，我不管你们因为什么原因而来到这儿，我也不管你们在这儿待多久，1年也好，5年也罢，你们都必须要尊重这个集体，永远都不要忘记，你们首先是一名军人，其次才是一名女人。军人的天职是什么？服从命令，保家卫国。好，给我记住了。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距离中国第1艘航母正式入列的日子不远了。而你们经过了这几个月舰上舰下的学习和训练，即将迎来最后的考核。这次的考核成绩将决定你们中的哪些同志可以留下来，成为中国第1艘航母上光荣的甲板勤务人员。也只有每个站位的同志都考核合格，才能够正式加入接舰部队，去接收中国第1艘航母。能上航母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所以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能够拿出最好的精神状态、最好的竞技状态，以最好的成绩去迎接这伟大光荣的时刻。是。回来送饭呢，还没完了。餐厅人少，没意思。大姐，最近都瘦了，多补补啊！多吃点牛肉，补充玉气。哦，对了，首长说了，要营养师最近重新调整一下食谱。你看你有什么爱吃的？我没有什么要求，随大家吧。我去给你拿点鸡蛋给养胃。哎，行了行了，好好吃饭，伺候月子呢。行，不吃饭了。什么都不用担心，最后的捉奸使匪啊，肯定没有问题。尤其是谢振宇和于涛，我非常相信他们。等试飞成功了，我秦大帝的使命也就算是完成了。要是去年那时候你转业了，就少了这光辉的一笔。现在多好，高光时刻，激流勇退，你秦大帝的名字是要载入史册的。对于无法改变的事情，就顺其自然吧。我觉得我的人生已经很圆满了，所以我很知足，也很开心。刘主任还让我帮他们去一趟，你慢慢吃，我走了。秦大队长，你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没有，主任，我随时可以开始。我们可能会窥探到你内心深处最不想说的部分。刘主任，我准备好了，没有什么不可以说的。好，那我们开始吧。好。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秦大帝、乌晓和焕儿秦毅各自的基因图谱。从目前的基因图谱上来看呢，秦大帝确实有因为基因突变而导致瘫痪的可能性，但是孩子却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我们可以确定的是，目前的状况是因为母亲生产时缺氧而导致的。那秦大帝的情况谁能解释一下？根据我们的综合分析，我们总结了以下几点：看见阳光了吗？顺着阳光的方向走过去。看见台阶，慢慢的走下来。很好。对。走下来，继续往前走。
啊，刘主任，怎么样？很奇怪啊。很奇怪。他内心的印象，不是一轮落日，也不是黄昏，而是拂晓的景色。拂晓的景色。拂晓，大地还沉浸在一片夜色中，晨曦已经开始慢慢浮现，开始映照无边的大地。这怎么解释？无边无际的寂静，没有任何生命发出声音，可是已经能让人感觉到所有生命即将醒过来那一刻的庄严。这就是今天秦大帝同志内心的景色。这说明什么？一个就要结束的生命，一个下定了决心在破晓的时候要释放无比灿烂的生命。这是一个英雄的骄傲和尊严的生命。我明白了，大地扛住了，他会一直坚持下去，直到他完成自己的使命。我的建议是，任何人都不要扰动他。现在只要有一点点声音，就会打破这片沉寂。一旦打破，景色就会改变。一定要让这样的景色继续下去。明白。不会的。我知道，让这幅景象继续下去。只是有一点，刘主任说错了。大地要的不是永远的沉寂，他要的甚至不是最后的成功。就像一名上了战场的战士，他现在想的不是生死，生死已经不需要考虑了，他考虑的是面对生死时，一名战士，一名伟大的英雄的无畏和尊严。柳妮呢？到。速度快点儿！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一定要遵守哪些程序？航母甲板勤务人员主要负责舰载机。快点，快点！快点！没事吧？啊！别管他，怎么回事？抬起来，继续。哭什么哭啊？有哭那劲儿，明天好好练不得了。哎呀，赶紧回去睡觉。飞机与机库之间的转移，飞机在甲板上的停放与移动，为了保证后勤的安全。回答完毕。快点，快点！如果一定要在飞行作业过程中穿越着舰区，第二组准备。干嘛呢你？天，吓死我了！我能干嘛呀？齐宇，你打齐宇干嘛？我跟他的暗号。哎呀，我教你来。不用，不了，放心去飞了，我有我。必须教你。我们俩好长时间没到这儿来走一走了。是啊，大弟，当你的飞机从西洋穿过去的时候，
是一种什么感觉？宁静。宁静。对。就是这个世界很和谐，很美好。我的战机跟任何一只飞鸟一样划过去，都破坏不了这份宁静。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啊，如果人类没有战争，没有霸权，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都能去享受这份和谐和安静，那该多好啊！大弟，思勇，知道了就知道了，不要总想着有什么办法来安慰我。你是怎么猜到的？你最近老是照顾我，有事儿不冲我发脾气了。你知道吗？从我报道那天开始，我就立下了生死状。想说什么，你就说吧。我要是说出来，怕扰乱了你的心；可我要是不说，又觉得对不起你这位老战友。你到底是说呢，还是不说？行，那我就说出来，最多让首长把我撤了。大弟，如果最后的诊断是正确的，你最多只有3个月的健康时间。即便3个月后炸弹没有爆炸，我想首长也不会让你再承担现在的责任了。其实我就想问你一句话，不是从工作的角度，也不是从搭档的角度，仅仅是从战友的角度。这3个月，你有什么愿望需要我帮你实现？当然，这也是首长的愿望。这3个月里，怎么样才能让你自己觉得幸福、快乐、充实？我现在就很快乐，很幸福，也很充实。真的吗？虽然首长还有你已经知道了那个诊断，非常信任我，让我继续留在试飞大队做这个第1试飞员，想在之后的3个月里帮我完成心愿，让我跟我的战友向着胜利高歌猛进。我有句话特别想对首长说，虽然不能，但是我依然还是想说。你说。不要这样，我不需要。秦大帝在身体健康的每一天，只要能跟试飞大队的战友们一起战斗，我已经心满意足了。我还想着继续完成我们的目标，让舰载机在有我参与的时候完成正式的着舰和起飞，甚至完成所有技术层面的突破后，我跟我的战友再接着完成战役和战术方面的训练和实验。那才是中国航母形成真正战斗力的时候，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中国算是真正的进入了航母时代，中国海军才算是走进深蓝，在全世界的海洋里，能够保护我们的国家利益和人民安全。但是思勇啊，真正期盼这一天早日到来的，不光是我，还有我们的军队和国家，以及我们这个生存了5000年，还依然渴望继续生存下去的中华民族。思勇，我希望你能把我这番话转告首长，让他不用考虑我真的不算什么。我还是那句话，万无一失，用只争朝夕的热情和严谨的科学态度，完成最后的攻坚战。需要多长时间，就付出多长时间；需要吃多少苦，就吃多少苦；需要做出多少牺牲，就做出多少牺牲。大弟，这3个月
你就没有自己的心愿了？有。什么？我马上就要谢幕了，这个舞台再也不会有我了。我接下来要做什么，怎么做，才能把这个担子交给试飞大队的战友？他们都是中国最优秀的飞行员，也是最优秀的军人。中国未来也不会只拥有一艘航母，每艘航母上也不会只拥有一支战斗机飞行员的队伍。秦大帝离开之后，他们怎么做才能完成使命？这是我目前正在考虑的。大帝，你认为目前试飞排在最前面的是谁？谢振宇和于涛。你把秦大帝的话告诉谢振宇和于涛。从明天起，试飞大队准备正式着舰。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航母实验试航工作已经全部结束了，准备正式入列。我代表海军全体官兵，邀请秦大帝和你作为试飞大队的代表参加入列仪式。太好了，谢谢首长。还有，之后搞一次开训动员，到时候你通知林凯的特种保障大队，让他们也参加。他们虽然不是试飞员，但是一样功不可没。他们连上舰的机会都没有，这对他们不公平。到时候请他们一起登舰，这份荣誉应该有他们一份，必须有他们一份。好的，首长，我马上通知。因为我想像你一样，亲眼见证这伟大的时刻。就像你面对飞行，我面对你也不能心有杂念。我一猜你就在这儿呢，马上就吹熄灯号了，还在这练？走，回去睡觉。跟你说个事儿。啥事儿？我们很快就要正式入列了。上舰啊？那我就能见到我的小可爱了。注意纪律。知道。那你呢？我不确定。怎么还不确定上了？拿出你开战斗机的劲头来。他愿意的，我更愿意的。来吧，我们的航母。好，回睡觉。我们的骄傲。停止！别再说了。我们的柏拉图爱情。同志们，经过1个月的知识考核和实习考核，政委刚才宣布的第一批上舰人员名单上的所有同志，全部获得了舰员合格证书。我在这里祝贺你们！需要特别提一下，在所有获得合格证书的舰员中，随我们一同上舰的52名女战士全部通过考核，成为我们中国海军第一批上航母的女兵。我们也要向她们表示热烈祝贺！起立，来兵向左转，敬礼。同志们，中国海军第一艘航母辽宁舰上个月正式入列了。这是我们海军的光荣，是全国人民的骄傲。在这个伟大的时代，我们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海军。开训动员圆满结束。同志们辛苦了！万人
辛苦了。报告首长，不辛苦，感谢您批准我们上舰。希望你们能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舰载机部队，培养出更多的甲板勤务人员。请首长放心，保证完成任务。把队伍带回吧。是。向左转，航母到。首长，中国航母已经正式入列。那我们舰载机第一次着舰和第一次起飞是什么时间？舰载机什么时候能着舰，你得问问秦大帝。报告首长，我跟陶政委已经接到命令了，航母一出航，我们这边就开始执行命令。哎，舰长，舰载机马上上舰了，趁着首长在，把困难都提出来。哦，对了，首长，今天忙了一天，差点把这事忘了。那既然秦大队长已经来了，我就当着他的面向首长提个要求。什么要求？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位着舰指挥员。着舰指挥员？是的，秦大队长，您现在是舰载机方面的专家，一定知道着舰指挥员对舰载机安全着舰有多重要。首长，根据我们对国外航母着舰模式的研究啊，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是着舰成功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很关键的环节。今天的航母虽然装备了现代化助桨装置，但在着舰这环节上，各国仍然需要在航母上配备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进行现场引导。我们的舰载机就要上舰了，甲板勤务保障方面人员都配齐了，现在就是缺一名优秀的着舰指挥员了。首长，现在世界上各航母大国，虽然他们的助降系统和自然着降系统越来越先进，但他们依然没有取消着舰指挥员的位置，反而是越来越重视。首长，还有个情况，这也是我和舰长想请秦大队长帮忙的一个原因啊。世界航母大国的着舰指挥员全都是由最有经验的舰载机飞行员改行的，因为有经验呢，才能指挥一架舰载机在着舰的最后短短几秒钟内判断出让它着舰还是转入逃逸复飞。没有经验是做不了这个。首长，我们的舰载飞行员第一次着舰，大家都没有经验，所以想请秦大队长帮我们推荐一个人。这个人呢，要求飞行技术好、经验足，最重要的是所有的飞行员都相信他。从心理上讲，也是对第一次着舰的飞行员一个鼓舞。由于有人替他们把关，他们才敢大胆地做动作。钱大队长，你说有没有道理？是。报告首长，您觉得吴强同志合适不合适？他刚出院，也已经上舰了。报告首长，这位置非常重要，您的要求又那么高，要求我们万无一失，滴水不漏，所以我们觉着像秦大队长这样功勋飞行员最合适。哦，说了半天你们想要秦大帝啊？你们想什么呢？是非大队要谁都行，要秦大帝门儿都没有。走吧。是。3个专家团都认为可以正式着舰了。是。我也认为可以了，终于可以了。通知秦大帝，等待命令，准备着舰。是。您说什么？您来干什么呀？我来干什么？秦大帝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他是我的兵，我得去看看他。爷爷，您就别来添乱了，行吗？
而且您自己那身体挺好的，现在什么事儿都没有了。我刚才说了，我要去就一定要去。你向你们首长汇报吧。不是，哎，于兆年老团长要来，好啊，我也正想着这件事呢。啊，现在试飞大队到了最后的攻坚阶段，需要一个老前辈来给他们打打气。这样，我马上飞回去。首长亲自参加，那太好了。我当然要参加，我也好久没有听老团长训话了。好了，你们准备欢迎吧。是，首长再见。再见。于头，首长非常欢迎。全体起立。老首长，这边请。好，大家听我的口令，坐下。你看看老首长，这不都坐下了？你看，您一下命令，大家都坐下了。别打岔啊，我要讲话。您讲。你们也坐呀，你们坐呀，坐。大家听我说啊，我说几句，是你们一中指挥，非让我和大家见见面。说心里话，我真是打心里想和大家见见面，因为我看到了同志们，我不仅仅是高兴，我心里还有点激动。我刚才一进门，一看见大家，我差点没哭出来。我想你们的。好了。哎，小一啊，你看我又叫小一，一总指挥。我还有一句话想跟大伙儿说，行吗？老首长，您想说几句就说几句。您来一趟不容易啊，大家都想听您多说几句。同志们说，是不是啊？是。老首长啊，今天请你来，就是让你给大家鼓鼓劲儿，打打气儿。我就说一句，这一句话是说给同志们的，说给我的战友们的，说给孩子们的。向你们的秦大队看齐，中国的海军无往而不胜。我说完了。老团长，你还得给大家讲讲，你讲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最需要的是什么？精神的，技术问题解决了，仗能不能打赢，那就靠的精神呢。那你就给大家讲讲精神。讲精神？精神怎么讲啊？老首长，您就坐着说啊，坐着说。我在你们眼中已经老成这个模样了，不是，讲话都得坐着说了。我偏不坐着说，我就要站着说。你们都坐下，坐好。是，我站着说。这个一中指挥啊，让我来讲讲精神。哎呀，这精神问题这不好讲，精神这话题太抽象了。精神，哎，对了，有一件事儿，你们当中可能有人听说过，就是20年前我跟我的老对手见面那回事儿，是不是有人听说过？有没有人？有。
这位将军呐，就是当年在海南岛上空被我击落的那个驾驶 F8舰载战斗机的飞行员，他叫詹姆斯·威尔逊。要知道，他可是号称王牌飞行员呐，王牌也被我们打下来了，也成我们的俘虏了。所以他觉得这一仗是非常的耻辱，所以他一定要找到我，让我亲自谈一谈那场战斗的经过，他这块心病啊才能放下来。我们俩就见面了。见了面之后，他就说：“其实我知道你是怎么把我打下来的，但是我就是不想说，因为那是我最丢人的事儿啊！我们的飞机那么先进，还有最先进的导弹，你们的飞机那么落后，居然被你们打了一个3-0，耻辱啊！奇耻大辱啊！简直是国耻啊！”翻译给我翻译完了，我一听，不算耻辱。一场战役而已，更谈不上国耻。要说国耻啊，那事儿就大了。什么是国耻啊？当年鸦片战争，英国人逼着我们签订了《南京条约》，那叫国耻。中日甲午战争，日本人逼着我们签订了《马关条约》，割让了台湾和辽东半岛，那叫国耻。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杀了我们成千上万的同胞啊，那叫国耻啊。还有啊，你们现在国富兵强的，想什么时候弄个航母堵到我们家门口，想什么时候飞起几架舰载机来欺负我们一通，就欺负我们一通，这叫国耻啊！讲完了这些，也不知道他听懂没听懂，反正那个翻译都给他翻译过去了，他也不住的点头。酒过3巡了，我就跟他说：“詹姆斯先生，你知道吗？那场战役，我所使用的战术，我们自己人管它叫做空中拼刺刀。你们都欺负到我们家门口来了，我们必须把你们打回去呀！否则的话，中国人民解放军那不就成了鸦片战争时期的八旗兵了吗？那不就成了中日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了吗？不是我要赢你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一定要赢你们。当年呐，我们的战斗机和人家比呀，咱们太落后了。靠军事装备，咱们打不过人家；靠军事装备打不过他们，那得靠什么呀？靠的就是精神。只有拿出来空中拼刺刀的精神，只有下决心用我们自己的飞机去撞击敌人的飞机，我们才能赢他们。我们这支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早就说过一句话，他说我们这支军队具有一往无前的精神，他要压倒一切敌人，而绝不被敌人所屈服。无论在任何艰难困苦的场合，只要还有一个人，这一个人就会继续战斗下去。最后，我还要说，咱们现在终于有了自己的航母，有了我们的舰载机，我们终于可以改变长期以来被人家堵在家门口欺负我们的历史了。但是，我们还要跨过最后一道坎儿，首先就要攻克的是舰载机起飞和着舰的课题，然后
还要攻克舰载机编队一系列技术问题，让我们的航母编队和你们舰载机编队，再加上先进的战斗舰艇一起，成为一支真正具有强大战斗力的海上作战部队，驶向大洋，驶向深蓝，驶向未来的每一个志向高地。还是那句话，辛苦不算什么，牺牲也不算什么。个人可以不赢，但是中国必须得赢，这就是中国的精神。你们二位虽然很高兴，但是我把丑话说在前头。首长邀请我在1个星期之内，迅速的熟悉着舰指挥员的业务，并且带出他这个徒弟来。到时候少不了麻烦你们二位啊。那是应该的，秦大队长。你这出院好几个月了，腰怎么样？呀，不就是几根钉子吗？把碎了的拿走，好的换上，啥事儿没有。你就不跟我说实话？想听实话啊？我要是看不着你们第1次成功着舰和起飞，腰治好了也没用，我得后悔一辈子。秦大队长，吴强同志和您的关系我们可都知道啊。别人来了1个星期肯定不行，但是你秦大队来了，那指定成5天就行。讲个话，你们鼓什么掌啊？不过今天这个日子，值得大家鼓一个掌。现在我宣布，试飞大队将在下一周正式执行着舰和起飞任务。我们的舰载机将在中国的第1艘航母辽宁舰上实现第1次着舰，并且完成第1次起飞的任务。还有一个好消息，我要告诉大家啊，你们的大队长秦大地同志将在辽宁舰上做你们的着舰指挥员，他将用他的经验指挥你们什么时候可以着舰。希望大家圆满的完成任务。是。亚红，哎妈，吃完了。呦，你快放下，别动手，你放着，妈来。我行，听话，没事。坐着，妈给你看的东西。看，哎呀，好不好玩？妈，您这手艺也太好了吧，真好看。妈，1身就够了，2件太辛苦了。哎呀，这个呢，满月的时候可以穿。这孩子长得快，这个呢3、4个月时候就能穿。哎呀，反正男孩女孩都能穿。妈，那万一要是个女孩呢？亚红，妈又不封建，那男孩女孩不都是余家的后代呀？你心里可别有负担啊！我没负担。歇着去。啊？哎呀，我来收拾吧。听话，妈收拾。行，歇着去啊。妈，那我去了啊。去吧。
徐院长，情况怎么样？报告首长，结果出来了。我组织专家研讨了2次，秦大地同志的基因的确有问题，但奇怪的是，基因显示他变异的时间段是30岁到35岁之间。秦大地同志今年45岁，这个变异的时间段早已经过去了。对此，我们又反复的讨论了好几次，最后大家一致确定，秦大地同志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没事了。就是说，秦大地基因缺陷的问题没事了。对。按你们说的，秦大地3个月后有可能丧失运动功能的这个问题也不存在了。是的，首长，这是我们经过反复讨论的结果。但是，我还是要向秦大地同志和首长们道个歉。我们今后遇到这样的情况，会要反复的讨论论证之后，再下最终的结论。那秦毅的情况？首长，我们昨天从山西找到了以前给秦毅看病的大夫，他用自己以生命证明过的药方，唤醒了孩子，而且孩子现在的腿部肌肉已经开始有感觉了。这么说，秦大地还是原来的秦大地，秦毅的病情也好转了。首长，作为医院的负责人，因为我们的专家没有谨言慎行，而给大家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为此我承担全部责任。我请求上级处分。我是应该处分你们，这么大的事情。不过我为什么要处分你们？是秦大地自己扛住了。我不会处分你们，我不但不处分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为我们海军保住了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同时帮助了一个扛着巨大压力的军人家庭。我谢谢你们。谢谢首长。全体起立！试飞大队那边已经准备好了，你们准备好了没有？准备好了。下面，我传达海军命令：中国海军舰载机试验试飞大队明天正式执行在中国第1艘航母上的着舰任务。是。起立，鼓掌。干什么呀？这是搞得像我不是这里人似的。停。陈宇、于涛、连长、建林、江海，祝贺你们成为第一批正式着舰的试飞员。进。大家请坐。同志们，日子已经定下来了，就是明天。我这个中国航母第1任的着舰指挥员，就是 LSO， 将在舰上迎接本大队第1波次的5位同志正式着舰。我是自己要求回来的，因为有2个关键环节，我想和明天正式着舰的同志要当面沟通。请大队长指示。第1个关键的环节，就是当你们的飞机进入到高速下滑通道，我作为着舰指挥员，会在最后一刻告诉你们是否可以着舰。如果我告诉你不可以着舰，你要瞬间把着舰变成通畅飞行。明白。我不是要你们明白，而是要你们记在心里，最好是把它变成手部肌肉记忆。是。很好。第2个关键环节，如果我同意你们着舰，你们飞机也飞下来了，
不管我有没有说“逃逸复飞”这4个字，你们下一个动作仍然是逃逸复飞。大队长说的，我都听懂了，就是说卓建成不成功，不是要你们考虑的，你们只考虑一件事情：卓建后马上转入逃逸复飞。对，我也插一句啊，咱们这次啊，不用把它想成什么正式的卓建，就把它当成一次普普通通的0米高度惊飞就行了。正确，首长要求我们要做到万无一失、滴水不漏，但是怎么做到呢？我还是那2句话：心无片云，静如止水。只要你心静如水，把明天的正式卓建看成是一次普通的0米高度的惊飞，就能在明后天的考试中取得满分。最后一句话，即使是你们挂锁失败，也没有关系。世界上最老牌的航母国家，舰载机挂锁也并不是每一次都是成功。但是你要记住，你一定要在挂锁失败之后，完成逃逸复飞，然后进行2次卓建。即便是这样，你们也完成了中国舰载机卓建史上第1次成功的逃逸复飞。祝你们成功，敬礼！儿子，你知道谁会比鲲鹏飞得还要高吗？是人。人可以比鲲鹏飞得更高，因为人的心比鲲鹏的心更高，比天更辽阔。想什么呢？没想什么。我在想，小的时候我父亲教我背诵的庄子的《逍遥游》。这不奇怪。明天这条大鱼就要水击3000里，扶摇9万仞，化作横绝天际的大鹏，直飞南冥了。你也喜欢《逍遥游》？你这话问的奇怪了。只要是中国人，有人会对这篇文章不感兴趣吗？我刚才还在想，等将来我们完成了所有我们现在所做的事业，老的时候我也要写一本书，书名就叫《鲲鹏志》。好啊。鲲是中国第1艘航母，横空出世，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鹏是中国第1支航母舰载机战斗编队，一飞冲天，扶摇9万，横绝四海。